There was but one woman in the house, a weary-looking elderly woman. She came up too, and my opportunity was come. She listened and looked. So quiet it was. It is rare to find a woman alone. She pored over the diagrams and uttered big sighs. One hears the great sighs of the Chinese women as one recalls many such occasions. Yes, I have eaten sorrow. Yes, all hearts are black. I asked whether hers was too. Yes, the red heart completely covered all the black, the blood of Jesus, God's Son. Another great sigh, almost a groan. The pure in heart shall see God. As we looked out from that loft over the open rolling country spread far below us, to range on range of hills, a quiet fell on us, and the longing of my own heart was somewhat stilled. 谢谢文老师专程还跑到美术馆接受这个采访。在7月份来平南访问的时候，就对这个美术馆还有堂口的几所建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在平南的几天，也在您还有陈梅信老师、马惠东先生那里听到你们对潘美固的研究和对这些建筑的保护。所以我今天特地邀请您来介绍潘美固在中国的经历。谢谢小资，我也非常荣幸。然后我觉得，如果我们通过这样子的形式，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平南的这几座建筑，知道潘美固的故事，我也觉得，特别的高兴。谢谢你。谢谢文老师。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嗯。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潘美固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其实，关于潘美固的故事，我想，是因为我们在2015年开始，我们来平南修复古村。当时呢，其实，在平南它有很多就是风格特别充满了这种韵味的这么一些古村。然后那个时候的那些古村基本上都是处于一个被废弃的一个状态。很多就是我们的传统的那些木结构的建筑都已经处于一个坍塌的一个状况，所以当时我和我的先生我们就有心来修复古村。那在修复古村的过程中，逐渐我们就知道了关于平南更多的一些故事。有一次呢，就是你就发现在平南除了有很多本地的这种传统建筑以外，还有就是100多年前一些英国传教士修建的西洋建筑，这就让我们产生了极大的一个好奇。那么真正的去了解它背后的故事，其实是从大概2017年开始，而且这一个缘起主要也是因为同样是作为我们的朋友，然后他也是艺术收藏家马惠东先生，他也是因为受我们的邀请来到平南以后，他发现这几座西洋建筑就一直处于废弃的一个状态在那里，觉得特别可惜，所以他当时就有心要来修缮它，并且把它作为他的就是藏品的一个展览馆，作为艺术馆。当时他是想做这么一个工作，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整个心里也想的是他的建筑的问题，并没有了解这几座建筑本身背后的一些故事，所以经过应该是1年多，在马惠东先生他们公司的就是团队的这个努力下，就是整个几栋建筑得到了很好的修缮和保护，然后他们开始运营就是艺术馆的时候，最后我们在这一个过程中逐渐才发现，这里面更多的关于潘美固的故事，所以这引起我的兴趣，我就想对潘美固进行一个更加详细的这么一个研究吧。嗯。
请您介绍一下潘美固是谁？好，呃，我们总是说潘美固，但是其实这是他的一个中文名啊，他的英文名叫 Mabel Panting，他在1867年的时候出生在英国，后来是取得了就是英国皇家自由医院的一个内外科和药剂会的这么一个医学执照吧。那么在1899年的时候，他是被英国圣公会海外女传道会派到中国的，主要是在中国福建来行医传教。那最开始他是在古田教区，很快就到了这个平南堂口，大概就是1902年开始在这里行医，并且呢，逐渐在堂口修建了几座就是英式的建筑。就是保存到现在的呢，分别就是有1909年修建的，我们现在叫姑娘厝，就是其实当时主要是就是供他们女传教士和女学生住宿的一个宿舍，然后是在1910年建成了妇幼医馆，妇幼医馆，呃。这个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艺术馆所在的地方。然后在1913年的时候开始建成淑华女校。那么潘美固呢，她是在福建这个山村里面工作了大概10年，后来是因为健康的问题，短暂的返回了英国。再后来的她再回中国的时候是去了湖南，应该是。后来她是在1926年的时候去世的，对，也就是说他在平南的时候，他一直行医传教而且呢，就是还有关于当地的一些病案的一些分析的研究论文，就是说可以说在100年前来说，这个山村有这样子的事情，我们说简直就是一个现代的一个奇迹哈。嗯，这个大概就是潘美固。我们现在如果简要的说，她是一位英国的女医生，在中国这么一个小的山村里面，工作了整整10年，这是我们大概知道的潘美固。潘美固他为什么来中国？为什么选平南作为他的目的地呢？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准确的说，它的主要的目的应该就是传教啊。那这里有一个背景，就应该说是在整个的19世纪，对于基督教的传教士来说，它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事件。在当时呢，他们就是有这么一个叫做使命运动的。这么一个事情哈，那是整个的基督教的传教士，他致力于就是世界福音化。那么应该说，潘美固也是受到这么一个背景的影响，在这么一个背景的影响下开始工作的。那我们来看我们中国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它其实就有基督教的教义的传播，应该是可能公元8世纪吧就开始了，但是其实一直不太顺利哈。在19世纪中叶的时候，就是中国还一直就是开始发生一些就是反传教士的这么一些骚乱或者是屠杀。那在福建呢，应该说之前呢，它其实就有这个英国圣公会海外传教会的女传教士在这里工作啊。那其中呢，古田就是它的一个首先的一个教区。当时英国圣公会在海外的一个就是福建的总宣教士总牧师，他叫做罗伯特史洛伯。那他呢其实也是这个女传教会的通讯秘书。这里我要说一下，就是这里也是我后面查的一些关于他们教会的历史的一些东西。
就是英国圣公会女传教会和英国圣公会，他们本身是行政很紧密的，但是其实他们又相互独立自主的这么两个传教组织。那么在英国圣公会女传教会里面，他们工作的全部都是女性，而且他们的工作的任务呢，也主要就是在中国的妇女和儿童中工作。那么应该说，在当时就是史洛伯是这里的唯一的一位男性了。那么当时应该说可能在1883年的时候，这个圣公会的女传教会就已经派了就是女传教士在古田工作。那么但是后来就是非常不幸啊，就大概在1895年的时候，因为当地发生了有一个叫斋教组织发生了这种骚乱，然后他们就有一个非常悲惨的就是古田教案事件。那么在这个事件里面，当时包括史洛伯夫妇然后还有他们的2个孩子，一个才1岁，一个5岁，一共有11位人就是在被害，然后大部分的反正都是女性和孩子们女性都是女传教士。那么当时这个古田教案的发生，它其实在英国它引起了一个传教士的震惊，就他们既为这些殉教的传教士感到悲痛，同时呢他们又觉得又进一步的激发了他们要来中国继续传教的事业。那么潘美姑她就是在这么一个情境下来到中国的就是因为圣公会它需要的女传教会他们需要重建古田教区的工作，而且在之前就是史洛伯和这些女传教士他们在平南塘口这个地方就买了一块地，就他们当时其实之前就是打算要建医院、学校包括教堂的。那么后来因为这个他们的去世就给中断了以后潘美姑她作为一个全科医生被派到中国的时候可能教会觉得她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能力来执行这个工作，所以说她就被派到了平南，在塘口他们被称为就是重拾塘口计划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对，这就是他来到我们平南来到塘口的这么一个原因。潘美姑在她的回忆录里面写到，有一天她深夜翻山越岭去救人，然后经过很多的波折，那个人最后也没有救活，这么一个事儿。您认为当时平南是一个什么状况？对，你提到了这个这个事情，它是记录在潘美姑的那本回忆录中哈它是写的是戴华的《浮光掠影》，就是这一本书没错，我也有。对我也看到了这本书也是我们就是当初决定要好好的去研究它的这么一个契机吧，因为之前我们对潘美姑所知道的事情其实是特别少的。就是100多年前，对于他们这些传教士来中国，他其实尤其是女传教士我觉得其实他是在这个生理和那个就是身体和精神，它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平南包括我们10年前来，它都还是非常偏僻的，更不用说100年前了。就是它每个村落和村落之间它都是要靠步行的或者是就是轿子那么当时应该说交通就很不便了。那么我看到他那一天去救人的那么一个经历其实我可以想象当时是多么难的这么一个状况。那这里面还有一些问题我觉得是可以值得思考的，就是为什么他们就是发生
当时那一个救人的情景，那个病人应该是在一次这个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打斗中受伤，然后奄奄一息。那我想一方面可以看得出，当时不仅仅是在塘口这个村了，还有在附近的这些村落，就是整个平南地区，大家应该是都很信赖这个西洋医生的这个技艺的，他们才会去请他们嘛，哈，我是这么想。那当时当然这个交通是非常的不便，非常的不太好。那么这里面他去了那个地方，然后去救这一个人的话，最终也没救。我们看到里面也有一些细节，包括当时有一个先生啊，那个邓先生跟潘美树说，如果没有把握救他，是吧？可能就不要惹这些事情，有可能会招惹官司啊或者什么的。我觉得这个说明就是当时这个本地人他对这些外国的医生，一个是信赖，另外一个他其实也是考虑的很周到，他是不是会有这种不好的事情发生哈，当然那个是一个很遗憾，我想当时应该当然是很落后的这么一个状况了。但是从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可以想见当时的人对潘美顾他们还是很信赖，也是比较照顾的吧。潘美顾在平南主要做了哪些事呢？对这个事情我其实一直想说的是什么呢？那首先他们其实潘美顾他应该说在平南他是1899年到的福建，先到了莆田，然后是1902年对，就开始在平南就开始工作了。最开始他们首先的工作就是行医，主要的工作就是行医传教，然后接着就是在他的整个的这个主持下建造了这几座西洋建筑，应该说整个的这个平南的这个现代医学，就是这个萌芽这个火种，就是他来种下的啊。那不仅仅如此，他们还在这建了女子学校啊，那个13年的时候修了女校，在当时其实在整个的福建，不要说平南，在整个福建，它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现象，就是对女孩的不重视，不是不重视，就是嫌弃，就是很多女孩生下来就会被丢弃的，或者要么就是他们经常会这边有一种说法叫做尿槽妹，就要么丢在尿槽里面要么丢在河里面，就是叫溺婴嘛哈，把这些女婴就是溺死。那么我觉得他们传教士的工作方法就是很不一样哈，他们就是不仅会去收养这些弃婴这些女婴，而且他们呢还建学校这些学校让他们学习就是也有学习刺绣啊，有学习一些手艺，那同时还有英文啊、算术呀，或者这些东西哈就是培养这些女性，让他们拥有技能拥有生活的能力我觉得这一点是他们就是非常不同的、与众不同的，而且我觉得这些东西它在一个过程中，就是漫长的这么一个地方，它就像改善了一个地方的一个土壤一样，它总有一天就会产生一些效应哈，因为我在这里面就插一个小小的故事来给大家，就是我在前年的时候，我接待到一位老人，一位85岁的老人哈，他说他是平南人平南双溪人哈，他说他小时候就一直住在双溪，他的爸爸呢是开了一个卖糖的一个小店
他的妈妈呢，就是在堂口女子学校接受过教育的。他说他爸爸不识字，卖糖就不会算账呀、记账这些都不会。但是他的妈妈因为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女子学校受过教育，所以会记账。所以当时他们家的分工就是爸爸做糖卖糖，妈妈记账啊。那同时呢，妈妈因为受过教育，就很重视这个女儿的教育，所以当时也就一直把她送到那个当地的一个中学读书，一直读，到了50年代的时候，她考上了大学，离开平南，然后那个时候后面又因为很多故事发生，然后再加上这个交通非常不便，她其实有50年没有回到过平南，直到就前年的时候吧，我接待她的时候，她算是回到平南。所以他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因为我正好有研究潘美固，所以我就想，就是命运就非常奇特，或者是历史的一些东西，就在这么一个停留层就交汇了，就交汇在这位老人的身上如果他妈妈当时没有在这个女子学校接受教育估计也没有他这样后面的这么一个人生哈。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嗯潘美固当时教的那些女孩后来都怎么样了呢？她们也信基督教是吗？这个我不太确定，但是应该说，他们当时就是说，对于这些女性的这种教育我查一些资料，比如说首先一点但是除了就是收养这些女孩同时呢，他们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你要来上女校，你就不能缠足。他首先是一些直接的。比如说让他们接受教育，比如说让他们不要再缠足了。那么对于一些弃婴来说，那直接就收养了他们。那我看到这个潘美固的回忆录里面，他不是还收养了一个小女孩吗？叫野玫瑰哈那么那么这个可能对于这个女孩来说，她是一个命运非常大的一个改变，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事情。那同时，我觉得她们这些女性，她们都在这里工作，其实对本地的女性来说，她首先就是一个示范作用女性的能力能量对这个社会的这种重要性的一个示范的一个作用，我觉得这是一点。那同时呢，她们确实她们培养了很多就是当地的，后来又做这种教育也好，或者是传教也好，这么一些女性吧，我觉得这个也是的，应该是有的。因为平南，在这方面，就是说我想平南有一些方面的这个，包括就是基督教的这种土壤，应该也是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的。嗯哼。对，您前面提到了，也提到了世界范围内那个基督教传教的背景，然后我就联想到，就是欧洲国家，像非洲、南美洲也派出了大批传教士，像非洲人，尤其是被他们贩卖的黑奴，还有像玛雅、阿兹特克、印加这些南美原住民去传教。嗯，虽然这些传教士他们有很多也是很善意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理解当地文化，所以他们的行为最后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地土著文化的瓦解。当然这些事情的发生和那个殖民的背景有很大关系。文老师，您认为潘美固理解了中国的文化吗？他来平南对当地的文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想就是我开始说到19世纪基督教的它的这种使命运动，
那首先是基于他们的一个信仰了哈，然后我认为呢，就是说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点，我觉得它背后代表着一整套的价值观。那我想这个价值观呢，对于基督教来说，其实它还是比较普遍的世界主义的这么一个世界理想主义，我把它称为是这么一个价值观。那但是呢，我又会觉得就是根据我的一些研究，我知道潘美库他们来中国哈，他们对中国的文化的一些问题，我觉得他们其实是非常尊重，同时又特别有策略的。我刚刚跟你讲，潘美库这个名字它是中文名。好，中文名就是说，他们这些传教士首先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首先就取了一个中文名，然后我还查到一些资料，就是什么呢？他们穿中国的服饰，就是尤其是这个英国圣公会女传教士，他们都是穿中国的服饰而且他们对中国的服饰其实他们也就是持一个非常赞同的一个观念，比如说他们认为这种宽松很利于他们的行动当然在文化上更容易接近本地的这些妇女甚至我觉得文化的这方面的东西的话，它应该是一个相互的融合和影响那么同时呢我还看到就是当时有一些女传教士来了以后他们是很喜欢去对有一些本地的食物他们是喜欢的有的甚至逐渐的热爱了，比如说茶我们知道就是说在我们的平南，我们说100多年前我们平南的茶，因为都是高山嘛，那个茶本身就很好，就传到远销海外，其实是他们的功劳其实是他们的功劳当然我还看到他们有一些吃饭的一些习惯特别有意思，就是他们开始喜欢吃中国的粥的时候用大米煮的粥，然后他们会在这个粥里面加上牛奶这样粥里面加牛奶他们认为很好喝。我看有一个传教士给他妈妈写的信，他就专门的提到了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其实它是一个交融的一个过程。文老师，您也提到您研究这个就是从建筑到您刚刚说还有传教士给他妈妈写的信什么的您是在研究潘美库的时候是如何搜集相关的资料的呢？收集资料其实当我开始对潘美库发生兴趣的时候那么其实我就一直想试图去找一些潘美库的这些各种资料。当然我们的结果发现就是直接去搜集潘美库的资料其实是很少的，所以这也是我感到非常遗憾的一点，就是100多年前她们这些女性她们就本身就选择了一种漂洋过海的孤独的这么一种生活，就是远渡重洋在这么一个山村工作，她本身那个时候就是默默无闻的，然后她在这里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我们也说贡献也好，还是包括牺牲也好因为像这些女性，她基本上很多人都是单身女性，然后很多人最后就是当时中国我们应该知道，她各个方面的生活条件或者什么，她都不是那么好的其实甚至就是说，这些女传教士她们本身在英国，她们都是就是受过教育的女性，她在英国她是可以很顺利的过上一种中产阶级的
这种生活的，但是他们选择了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就是在我看一些记录，就是在当时他们的这种选择，在他们在英国本身就是很小的，很理想主义，甚至就是说很怪异的、很不被人理解的这么一种生活。那么他们选择了这样子，那个时候，所以我有时候我就觉得特别遗憾如果他们的对女性这么样子的一个付出不被人认识，不被历史所知道，就这样就先过去了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一个事情。那我当时查了潘美顾的资料，其实并不是很多哈，可能有几篇他在这边写的论文，然后就是他给当时可能也是在福建从医的一个医生的信件，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讣告，就是他死的时候刊登的这么一个小豆腐干，那这些资料其实是很少的，包括就是这本书这也是那个一个学者，也是林德的一个学者叫李伟先生哈，李伟先生在英国的一个古董书店发现了以后，然后马会东先生把它购买下来，然后并且请李伟，然后包括那个另外还有哪一位老师，就是一起把它做了中文的翻译，然后我们再把它印出来那么其实我们的资料是很有限的，那我可能再到后面的时候，我顺着他的这个背景去查了相关的一个大的背景，包括之前来到的，就是说我们说在古田教案里面被就杀害的那些女传教士的一些故事我都是就是顺着这里面来查找到的就通过网络呀各种方式吧嗯好嗯，您在读他的回忆录时候，您看到他在中国传教时候，心情或者心理状态会是什么样的？嗯嗯我想当时的这些女传教士们，就是我开始说的，她们都是一些呃理想主义者，我认为再就是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因为自己的信仰他们认为就是他们来工作主要的目的是传福音，包括原来说，他主要的目的是传福音，但是呢，我觉得在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医疗也好，通过教育也好，还有包括就是那个这个对女性或者是就是当地的女性儿童的这些帮助，我觉得他们其实更是在通过实实在在的事情解决一个社会中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包括就是我们看潘美顾的一些的文字，他写到就是在当时就看到中国的一些女性，比如说那些在法套厂工作的一些女性日复一日的作为好像很工具人的那么一种生活的状态呀，然后看到那些嘈杂的这种生活条件很不好的那些中国的一些街道包括看到丢弃女性的这么一些，我觉得他带着嗯一种悲悯的心理吧，他应该是嗯，但是他们是觉得可能通过呃这样子，就是他们也有一种觉得需要为他人服务的这么一种价值感产生，所以他们就努力的去工作，而且我觉得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认为一个人的价值并不是说就是世俗的那种意义赚取了多少，可能就觉得
有一些东西是不能用世俗的这些价值去衡量的。我想这些精神在或者是心理在潘美姑那儿其实都有体现，都有体现。潘美固原来盖的那些建筑经历了什么？我们当代做了哪些工作，或者在哪些方面潘美固对话呢？潘美固他修的这几幢建筑，其实我不太了解过去究竟怎么样了，但是据当地人说，就是我们西洋建筑的这一块地方哈，在过去是有好一些建筑的，而且我们直到现在我们都会知道，就是来了堂口以后，哎，你看到这样的建筑，它和就是这个本地的这种建筑那个风格迥异啊，它还是就是还是有非常不一样的这么一个韵味。那最初的时候，那肯定它就是作为医院啊，作为一个女生的，就是女传教士的宿舍，作为这个书画就是女校哈，这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三座建筑。那么可能在这中间又因为我们的一些各种的历史原因吧，他们可能在三几年又有其他的一些故事发生然后再到后面就是整个医院就是传教士离开哈，应该是在50年的时候45年的时候还是离开，还是50年离开，具体我不是很清楚哈。然后再到后面，他其实可能也就是被荒废了哈，一直是被荒废在这儿的。直到就是在那个就是收藏家马辉东先生在2017年的时候，他开始投资修缮这一片建筑群，而且呢把这个建筑作为艺术馆作为艺术馆。因为我要简单的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马辉东先生。马辉东先生呢，他在很早的时候就做这个当代艺术作品的这种赞助展览包括收藏那么在90年代的时候，他就赞助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女性的艺术展也被称为世纪女性艺术展。然后当时他那个时候呢，赞助很多女艺术家也收藏了他们的一些作品甚至就是有一些女艺术家她后来都是很成名，就是很有名的，但是马辉东先生收藏的他的作品可能是很早期的，甚至就是学生时代的作品。但是我会觉得这个工作是特别重要的那么到了他开始来修缮这一片西洋建筑群的时候，相当于是他从这个当代艺术作品的收藏扩展到了历史建筑文化遗产的一个保护，然后把它保护了以后，再为了纪念这个潘美固，我们把这作为潘美固女性艺术馆。我想它不仅是为了就是延续潘美固就是早期在这里工作的女性的这么一些就是女性主义也好，或者是世界主义的这种理想也好同时呢，我觉得我们是非常需要一个女性艺术馆的。为什么呢？就是说，我觉得从整个的历史时期来说，我们的文化就是男权文化，其实对女性的命运也好，女性的这种发声也好，其实是一直是有着束缚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借着就是受益于马先生在90年代的这一些收藏，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建筑修缮起来，来做这么一个女性艺术馆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存和发扬它本身的精神的，也是可以，我觉得也相当于是我们想进一步对女性主义的这么一种支持吧。这就是它建筑的大概的这么一个
一个过程。嗯啊，那我们有什么对话哈？有什么对话？我想就是可能就是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同时也是相当于我觉得还是相当艰辛的在推进的一些工作吧。嗯，那一个是我开始说了，就是当我们发现就是潘美固他有这么一本书以后。当时马先生他就第一时间把它购藏下来，然后请了学者来翻译，同时呢把它印制出来把它印制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纪念然后呢包括就是我们现在在馆内陈列了就是那个我们之前收藏的女性艺术家的作品。我觉得这都是一个，你想，如果没有当时这些这些外国的这些女传教士这种以身体力行的这种榜样在山村里工作，那么我想中国的女性的发展可能也不是那么顺利哈，说不定仍然立女婴呀，仍然缠足呀，或者仍然是女性深闺，然后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啊，我想他们当时这些都是对我们社会的一个冲击的改变。那么如果没有这一些改变的话，那么可能女性是包括受教育是吧？那也可能就没有我们就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的话，我们就没有表达的这一种能力，是吧？那我们也没有这个权，我想这都是一个缓慢的历史的一个过程。同时，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情也算是在跟潘美固做这么一种对话吧。嗯 The farmer was working alone, evidently on ridges of his own possession, for, as he shouldered his tools and picked his way carefully along the mud embankments of the ridges, he was making for a little shrine built on the path above the fields. It was little more than a granite slab set up on a narrow altar of granite, whereon stood a tiny pot of burnt-out incense sticks. Our farmer unloaded his tools and very deliberately and solemnly stood up straight before the shrine. He placed his hands, palms together, raised them in an attitude of worship, and bowed several times, reverently, deeply, before the tablet. He then took from his wallet and lighted an incense stick, stuck it in the little pot, repeated his obeisance, so made an end, took up his tools, and went home. We also must pass the shrine on our way home. And we stopped to read the Chinese characters cut on the slab. As nearly as possible, translated, they read, "To the eternal fire that was here before these hills." We hoped he has some nice children in the home for which he toiled so devoutly. We hoped he might be one of those who out of all nations fear God and work righteousness, still waiting for the light that has come into the world. 文老师，您研究潘美固这么多年，有什么样的心得体会？有什么新的体会？我觉得，就是我来了这里以后，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能够去研究这个潘美固这里面也让我意识到了，我觉得意识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首先是女性的力量，能量，而且真的就像我前面我说的，他们在100年前，他们在这里工作就是一个孤独的、默默无闻的，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也正是这么一个状态，它其实改变了一方水土所以我就觉得它其实
特别的特别的重要，特别的重要。那这一个，而且这里面也让我觉得，这些女性的了不起。同时我也认为，历史永远不应该遗忘这些女性啊，她们在这里的一个奉献。还有就是，我会觉得为什么我们有必要来做这个女性的艺术馆？为什么一定是专门的女性的艺术馆？那我想，就是我们要把女性的这种能量，女性她曾经在这里做的这些事情，更好的去传播，更好的去保留下去。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有益于一个社会一个地方、一个社会，甚至一个世界的美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状况吧。而且我想的是，就过去其实我们可能对很多传教士也是有一些研究啊或者什么，但是我们可能完全忽略了，你知道吗？我之前也都是完全忽略，我一直以为在中国传教的应该大部分都是男性，或者是怎么样。实际上后来我通过我的研究发现，大部分工作的都是女性，所以我觉得女性在这个实际的这种工作里面发挥着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我觉得真的有必要来专门的来讲述这么一段历史。然后还有一点，我想在很多时候过去的时候，我们都把我们的眼光投向于研究一些宏大的或者一些比较伟大的，或者他在政治呀、学术呀，或者是怎么样取得了很显著的成就的这么一些人。但是我通过研究这个潘美库，我会发现，在这一些地方，在这一些小地方做出这么一些贡献的人，我觉得他们才是特别有助于真正去改善我们这个土壤的这么一些力量。我觉得我们要就是要回到这么一个地方，不要老是想去建一些就是大的东西，就是在关注一些大的东西。其实就我们这么一个小小的山村里面，这100年前的这种现代奇迹在这里发生，如果很多的这一些事情，这些就像我说的这毛细血管一样的事情，那么我们的社会就成为一个健康的一个机体。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对于我来说，我也觉得特别有意思。它其实在某种程度，也改变了我的一些工作和生活的一些观念吧。可能过去我们更倾向于，是不是要到更大的地方去发展，或者要得到更高的职位，或者是怎么样子的。那其实在这里面，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也会觉得，在有一些地方，就是你是可以做很棒的事情的。这些事情不一定是很光鲜的，但是它一定是非常有意义的。这可能就是对我的启发吧。谢谢文老师和我们一起回顾潘美顾在中国的旅程，然后看到他的足迹如何串起来平南到这时期整个中国还有世界的这个历史背景。我看到潘美顾他他这样一个献身精神，以及他对于这个地方的影响，对于这些妇女和儿童的影响，还有看到现在美术馆，你做一个女性美术馆，我都觉得特别有启发。嗯，谢谢文对老师。对，我们就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女性艺术馆能够很好的运营下去。我是觉得这一些建筑哈，它不仅仅是代表着100年前这些女性的人道精神，是她们对当地乡村妇女儿童的支持。我希望未来我们这个女性艺术馆，也是对于我们女性思想观念
或者包括不仅仅是女性，整个人性的这一种改善，和支持吧。谢谢小芝，好，今天很高兴。Yellow Dragon Street is merely one of millions such streets of China. How well we know them. China epitomized. China is her streets, can we deny it? It is paved with uneven, worn, often rocking or tilting as stepped-on paving stones, alternating with sharp cobbles. And for at least half the year it is slippery with evil-smelling mud, oozing and splashing. At its widest parts, Yellow Dragon Street is but some 15 feet wide, and the street doors and shop fronts open straight onto it.